是这么早了，天都还没亮。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了。欢迎回到了 POV 试驾系列了。我今天车后面有一辆 Malaysia， 现在暂时是对我来说啦最强的一个 C segment 的 SUV， 价钱大概140千左右。它是在这个价位里面应该是可以买到最便宜的 C segment， 而且是跑着 HEV 的。这个 Hybrid 的运作呢，它不像传统的 Hybrid 一样，主力是引擎，配角呢是那个电池跟马达。这辆 HEV 呢就好像我们看到的 City Hybrid 跟现在的 CV Hybrid， 那么它主力是在电动马达，反而引擎是一个配角哦。简单来说，你添油是为了充电，就这么简单的。平时我们在车上吹冷气啊，塞车的时候啊，慢慢走的时候啊，它都是用电的。听到引擎呢在发动的时候，它就是在充电的时候。当然需要动力的时候呢，你全油门下，那么它还是两边都会运作。那么这辆车呢 ，C 级的 SUV 哦，现在价钱只需要大概140千左右，也就可以买得到。而且这个价位呢，你可以买到 Corolla Cross Hybrid， 可是呢，你可以买到一个比 CR-V 更大一点点的这个车辆。这个影片呢就会跟你们介绍我让 review， 等一下我们去试驾，然后我会带它上山试驾这辆车，到底它的体验是怎么样的。非常感谢 GWM Malaysia 借我这辆车开6天，才可以品尝这辆车到底是怎么样，来给大家讲解。在介绍这辆 Harver H6 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辆车我对它的评价，就是一个有内涵的车。先别说看外表跟内饰，我们主要来说一下那个内涵。这辆车挺有内涵的，那主要是它好开、省油、安静。这个是它的钥匙啊，摸上去，其实在这个价位里面，你可以买到的很多中国车辆啊，它的钥匙其实是非常有质量的哈。这个质量还可以再好一点。这辆车你没有看到有 Remote Start，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按的喇叭，这个喇叭一按下去哦，你可以找一下你的车在哪里。Of course， 它的这个 horn 的声音也是普通的。如果是可以用那种 BM horn 啊，我会更加喜欢，因为它样子是比较霸气嘛。这辆车也可惜了，它没有配搭着这个，当我钥匙靠近它之后啊，它会解锁给我。如果依着 Proton 的 X70 啊、Cherry 啊、Moda 5啊，其他的什么 Tiggo 7 Pro 它有这个配备，这辆车就没有。我就比较依赖那一个了，多么希望它有这个哈，就比较方便嘛。所以有时候麻烦就是当我要上车还是什么，我的手一定要放在这个手把这边。OK， 它才可以解锁。上面有一个灯的照下来的哈，锁的话就是按这里，这里有一个触摸式的哈。Of course， 里面还有气氛灯哈，这个气氛灯主要是我看到只有红色哈，没有的更换颜色哈，还有纹路在这边呢，它是从里面这个皮革里面导光，只有前面有啦，后面也没有气氛灯。后面有贯穿式尾灯 ，Signal 也是 LED 的，前后都是哈。开启尾箱的方式呢，它除了钥匙上面可以按之外，后面这里有一个电池阀。560公升的尾箱空间，那么如果你把椅背做倾倒下去，可以高达1400多公升，没有问题。这里有个遮阳帘，这里就没有备胎了，一些轮胎补贴剂啊等等的。OK， 相信下面是电池来的哈。这里有个按钮，按了之后，呀，脚尾翼。你会看到这边有这个4颗的刹车灯，悬挂方面前面是一个麦花臣，后面是一个多连杆的设置，高度呢大概是多过一个拳头啊。轮胎是用在 Hankook 的 S1 Evo 3的轮胎 ，SUV 的啦，然后它的尺寸为225 55R19寸，然后后面有一个刹车卡钳，前面方面也多过一个拳头的高度，同样的尺寸的轮胎225 55R19，双活塞的刹车卡钳。这大灯呢这边也除了 LED 的这个日行灯之外，它也是一个 Signal 灯来的，有2粒 Projector LED， 这个是远光灯，下面还有一组雾灯，大个中网，非常的大气，有没有？一颗粒状的，配搭的这个 Harver 的 logo。这些都是硬质塑胶，然后配搭的这一个颜色是没有的选配的话，见仁见智啦。有些人就不喜欢这种champagne gold 的这种颜色，这些是钢琴烤漆的地方，容易沾手指纹，还有一些会花掉。这些地方都是皮革啊，这个白色的地方也是皮革啦，有一些缝线哈，然后还有一些喇叭在这，后面几乎是平的，所以中间坐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这里呢就有2个 USB 插槽，可惜在这个年代很多都是给 Type C 的。这里还有冷气出风口啊，还有 Boss Switch 老板式的。
按钮。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我身高173，你看这里多过一个拳头，然后我的大腿这边还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再做长一点点，稍微会更好一点点。头部空间呢是多过一个拳头，你看很大，有没有？多亏它有一个天窗啊。坐在这边的这个角度是非常的不错，这里有一个头枕，这辆车的座椅倾斜角度是没有的调的哈，它可以把椅背做倾倒。这里还有一个中央扶手，这里还有2个置杯架。积极的 SUV 来讲，空间大，座椅的泡面的柔软程度也是相当不错一下，不会太硬，不会太软，刚刚好。这辆车有8颗喇叭哦，音响还不错，等一下播给你们听啊。这里就是皮革啦，各位，这个喇叭的 cover 其实它是塑料来的。视觉上面这辆车是的确不错，可是一到近看的时候呢，你知道它的用料大概是怎么样的？主要是这辆车我刚刚已经说过，我们看的是内涵，这里还有电动座椅调节，两侧都是啊。这里还可以调整它的腰部支撑，这边有几个按钮，这个就是打开尾箱，头灯高低调节，防滑系统关闭，陡坡缓降，这个是软质的塑胶。雨刷的控制呢，这个其实长得蛮好看的，其实不错。左边这里就是它的型呢，也是长得不错哦。上面多了这个拨杆，就是让你启动你的 ACC， 少见对吧？通常我们看到的都是在方向盘的按钮上面操作哈。其实用起来这个也是挺不错的哈。跟车距离可以调节，那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没有问题啊。这里 Start Button 放的比较下面哦，太远了，看到吗？这样子就启动了。是没有声音的。如果它在足够电的情况下呢，它是不会启动这一个发动机，它反而会用电。只要现在电是超过一半啊，如果是大概剩下38%，你在停车状态呢，你就会听到一下子引擎会发动那种那种声音，小许的震动，它不会说太明显，让你吓到哈。中控方面有保留一些按键哈，比如说这个冷气开关、压缩器开关、Window Defrost 啊、Hazard Light 啊，这些都有。然后就是360的按键，360挺不错的哈。然后这辆车也有 Auto Parking， 还有这个就是如果你的车进入到一个小巷子，去到里面是死路一条的话，如果你要倒退你不会哦，它这里会有 keep 着它的 memory 在这边的，还有一个12瓦的 power socket， 那么这边也是一个 USB 哈，所以如果我要用 Apple CarPlay 的话呢，可惜啊这辆车是没有无线的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排档杆。这个拨杆呢，就是要扭转式的，像 Range Rover 一样。当你踩了刹车之后，你就可以往这边拨 D N R， 那你还可以再转啊，还不会停着的。我多么希望它是可以拨到 R 之后呢，你再转是转不到，这样子的话会让人家知道，我是在 R 了。那这就是 P， 还有电子手刹 Auto Hold， 这置杯架挺有意思的哈，你可以关掉，可以打开。这边还有一个小储物空间，可以放手机啊、你的卡啊。中央扶手。这里就没有得出冷气了哈，还有一个 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 这里就是有的打开你的灯啊，还有一个置放你的眼镜收纳盒。这个按钮是打开天窗，这个按钮是打开遮阳帘，所以这辆车的遮阳帘其实打开好了。打开天窗呢，就好像飞机的button一样哦，一个是或拉下或者推上啊，按一下，这辆车就没有声控了，要用手指来按了哈，最大就是这样。这辆车它是有2个主题的，你去到这个 System Setting、Display、Team Setting， 那它有2种。第一种呢是我没有太喜欢，因为它是用这种地球式的这种颜色，蓝色。你可以通过这个按钮左右来按，当它 highlight 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更换你要的资讯荧幕。那它只有2边，这边可以换，这一个不可以。那你可以通过按上啊、按下啊来更换你要观看的这些资讯。比如说，你看 Engine Speed 现在是没有启动引擎嘛，所以它是0 RPM 的。胎压侦测器啊，还有你的 range 啊、fuel consumption 啊。这辆车我拿到是添满油的，所以当时我也按了 reset。所以你看，我一共走了376 km， 那我的油还剩下半桶，其实蛮省油的这辆车。你的音乐啊、导航啊、一些资讯啊，你可以更换你的超速提示是多少。我比较喜欢的是另外一个，因为它是有一点橙色、黑色的感觉，比较搭配这辆车内饰哈。你看这辆车的内饰的颜色是有点橙色哈，比较搭配，而且我比较喜欢的那个 layout。这边就是它的 power， 你的时速多少？这里呢就好玩了，这3个都是可以客制化的。你看到我 highlight 在右边，我也是可以更换一些资讯的显示。可是如果你启用这个 ACC 跟车，中间那个又不见了，你 cancel 就是这样。System Setting 里面可以调你的音响，这辆车有 DTS Audio， 所以我打开了之后，哇，这辆车的音响的确不错的。那主要是这个 Vehicle Setting 这边呢，它就比较多东西可以去玩。方向盘呢可以调整还是 Light、Comfort 还有 Sport， 可是也是很可惜，它就不可以调你要跟着驾驶博士。Wedding Mode 呢就是强制让它的引擎打着然后充电，你可以打开座椅通风。Intelligent 这边就是一系列的 ACC 跟车、Lane Keep Assist 这些等等全部都有。抬头显示器你会看到这边有，对吧？它的资讯显示的蛮丰富的，而且它的颜色也蛮漂亮。你的 RPM 大概多少都有。当然你可以打开 Snow Mode， 因为 Snow Mode 的话更换那个颜色啊更容易观看。New and
energy 这一块呢，你就可以看到驾驶的这些数据啊，还有 energy flow， 你可以看到现在是用电啊，还是用发动机来充电动，但是这边显示是一模一样的。这边有一个 single pedal functions， 如果关掉的话，它就好像普通车一样，但你收油的话，你可以调你的这一个 energy recovery 电能回收到底要小、中、大。但是如果你打开 single pedal mode， 它就没有这个可以调了，它感觉就像驾着 Tesla 或者是一些电车的 single pedal， 松开油门之后呢，它就会好像慢慢的刹车这样子，你就可以拿捏它的油门，慢慢的放，慢慢的把这个车停下来，你就可以很少踩刹车了的。如果你拿捏的好的话，基本上不用它刹车。所以如果我上车呢，我觉得热啊，我就可以调冷，风多少都可以在这边调。进到这边就是座椅通风 passenger 或者是 driver， 还有就是这个驾驶模式，你也是可以在这边调。当你需要 sport 的话呢，发动机就会发动了 ，no、eco、normal，OK， 这些快捷键就在这边啦。没有啦，那上面这里拿下来呢，也是可以调一些驾驶模式的，方向盘的重量轻重啊，驾驶模式啊 ，lane keep assist 啊 ，auto parking 啊，这些按钮啊就比较输了一点点了。如果是以这个价位呢，可能你买到一些汽油车，它的按下去这个质量就滴滴滴滴那种感觉。打开前面的引擎盖。OK， 那这辆车呢就有一颗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的引擎，你会看到 Honda CR-V 啊、Civic 或者是 City 的它的 Hybrid 啊，它只是用这 NA 罢了，代号为 GW4B15D， 可以产生150匹马力，在5500到6000转的时候，还有230个牛顿米，在1500转开始爆发到4000转。隔壁这一颗电动马达呢，可以产生177匹马力，还有300个牛顿米的扭力。那如果是结合起来哦，可以产生243匹马力，还有530个牛顿米的扭力。据说这辆车只有2速的变速箱，一个是拿来控制电动马达，一个是拿来控制它的汽油方面，它也称为叫做 Dedicated Hybrid Transmission DHT 共前轮驱动。现在是处于电的声音，所以你没有听到引擎在发动。相信这个是侦测器吧？前面有一个镜头之外，应该那个也是侦测器，感觉上是了哈，也是在中国蛮好卖的一款车。话不多说，我们去试驾吧 ，Let's go。这么小块哦，因为连不到我的 GoPro 了，但是也没有 RPM 给大家看 ，stationary 给你们看。现在是用的油还是电，你们可以很清楚看得到在这边哈。其实这个用久了啊，你会发现到它很方便可以用，然后就是这样子转而已，很方便啊。那这辆车什么 auto parking 我就不试了啦哈，这个影片会很长，所以它主要是在这个价位里面，你会看到，哎，这辆车有这种配备哈，在这个同等级的竞争对手里面是看不到的啊。现在这个引擎就是打开车了，正在供电的时候啊，你会听到有一种微微的嗡嗡的声音，所以很明显可以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只要我的方向盘摆左或者摆右的时候啊，或者打方向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吗？还看到这一个我的这个比较盲点的角，它可以打开，所以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可是偶尔呢，可能我的副驾驶正在调什么 Apple CarPlay 啊，还是冷气的时候啊，当它的360打开的话，的确是关不到的哦。真的是有点烦人哦，所以按不到，你懂吗？那个动力真的是 very good。来，现在我用这个模式哈，是 Eco。看，可以听到引擎在叫。你看到2.3 RPM 2300，然后现在跌到1500了。然后你看到这边写的 Parallel Driving， 或者是放油松开油门，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减40的这个能源回收，就是说松开油门的话啊 ，Energy Recovery 它这里就会写了。正在充电啊，所以现在的引擎是没有发动的。你看到这是0 RPM。现在呢，我的这个 One Pedal Mode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哦。你看，当我一走，然后我慢慢松开我的油门，它慢下来，但是还是很快，我就要踩一点刹车了。OK， 当然它没有像 Tesla 这样啦这么精准啦，可是它的确是蛮不错，好用一下的哈。Eco 和 Normal 的感觉其实是蛮相似的哈。Normal 的这个油门踩它会比较敏感一点点 ，Eco 会比较懒散。可是，一去到 Sport 的话哦，那种感觉哦，不管是在高速还是在中速的时候，那种加速感，它好像一直都有在 ready 着，哇，那边有一股力量在那边的。你看起步的时候呢，一踩一点点的油门。可以感觉到都后解放的是非常的顺了，这是我在近期以来驾了油车里面哈，可以说是非常的顺了。总之你不会感觉到那个 RPM 上了，auto后才慢慢的解放。我们来试一下的这个 ACC 跟车，其实
我觉得它的这个在这个价位里面的它的 ACC 跟车的确做得非常的不错。我也尝试过在下大雨的时候用。除了这个 Lane Keep Assist 呢没有这么敏感之外，其余的都跟车都非常的好哈。当然我也是在小心用它。下雨天的时候呢，下大雨就是晚上的时候这个线它就比较难看得到，它会跟你说，哎，握紧那个方向盘自己握。那你要用的这个 ACC 跟车的话，这里小拨杆，其实我比较喜欢在方向盘上面按，可是这个小拨杆也是的确不错哈。那你就拉进来拉一下呢，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开始 Standby 了。你再拉多一次呢，它就可以开启这个 Lane Keep Assist， 所以要拉2次才可以启用这个哈。所以你就往下面拨一下 Set， 现在是 OK 啦，我就把它设置在90 km/h 吧，好吧，这是90 ，Alright。然后这里下面可以调整它的跟车距离，我是调到最远。你可以看到现在我的手是没有握在方向盘上面，你看它的这个跟着线，方向盘也不会乱摆。也不会像乒乓球一样它都一直在中间。罗里走了，它就开始加速；有车进来，它就开始减速。可是它不会让你感觉到一下子有车进来，还会急猛踩刹车这样。因为我试过在这个价位的车里面你感觉到很奇怪，有没有？怎么它一有车进来，而且距离蛮远的，那你的反应要这么大？这个不会有，这个反而会慢慢你感觉到它松开油门而已，它不会踩刹车。有些会有，反而让你觉得更加不舒服。你看现在它跟车挺舒服的。前面的速度大概多少会跟？可是为什么还没有出来叫我握紧方向盘呢？某个情况有时候会有的，现在不会。瞬间油耗是在17.2 km/L， 这是 average， 所以我的平均是在12.1。你看现在是0了，也就是说没有用在发动机，都在用到电的形式，因为我们现在电是蛮足够的，比较弯的，你看，如果要切换车道的话呢，一定要打行的。OK， 那你打开行车之后呢，你就可以握着你方向盘，你看到吗？它就可以加速了。然后你看到中间那个线，它又回到中间的线了，看到吗？有绿色的就是代表它有 Lane Keep Assist。那这辆车的这个轮胎噪音呢，其实是蛮正常的，在这个价位里面，对我来说是可以再做得好一点点因为我听到这个轮胎的噪音。可是风声上面是挺 OK 的，这辆车虽然它用的这个玻璃是单层的，它不是双层的，可是它的噪音控制还不错，这个风声，所以我在高速的时候140 km/h 左右呢，也不会太大的影响。主要是这辆车的音响是的确超好的，真的很不错嘞。我觉得它高音上面跟环绕声呢，是的确比 Tiggo 7 Pro 那一套 Sony 的音响来的更好一点点。可能它是因为它的高音在这边，还是喇叭在这边，所以呈现出来的这个环绕声，我觉得会更加的好一点。如果在重低音上面，我觉得 Sony 的会比较好一点点，这个也不输。它可能才输它一个18%。这辆车其实在日常生活驾驶蛮好驾的，因为它主要是在走电的情况下，因为它没有档位嘛，它整个起步上面是非常的柔顺，然后你慢慢加速的话，它也不用降档，不用怎样，你这样踩下去就很顺了。所以它整个驾驶也非常宁静因为没有引擎嘛，你看现在没有发动嘛，音响又好，然后这辆车的悬挂设置呢，它也没有说太过硬。驾上去这辆车的时候呢，它不会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哇左右晃动，它没有反正我觉得它的这个悬挂设置并是偏硬一点。可是它的 absorber 是软的那种感觉，支撑性还可以我过弯的时候呢，侧倾也是没有讲太严重，所以悬挂的调教呢，对我来说是蛮不错的。它也兼顾到舒适跟它的这个操控，软中带刚，就是我们驾 SUV 想要的。我觉得 HEV 才是真正最实用的，在马来西亚不用去烦恼充电桩在哪里，你只需要到油站，你下车贴一个油，5分钟搞定，然后这个发动机就为你的电动马达充电了。这辆车其实还有 Launch Control， 你的条件之下必须要拨到 Sport。防滑系统关闭，然后再来把刹车踩着，油门踩着 ，Launch Control Activate 2秒，放，懂那种感觉吗？140 km/h 还有动力在上的感觉，懂吗？现在 Sport Mode 的情况下，你只要把那个 Engine Speed 维持到3000 RPM 左右，你就要踩着油门再下踩，哇，5000 RPM 来了。这辆车说 Top Speed 是177左右啦可是他们可以加到180多没有问题的，这辆车很 OK。
哦，哇，这辆车操控其实还不错的，只是它轮胎稍微没有这么好而已，尤其在雨天上面，我觉得这个轮胎如果再用好一点点，我心情就满满了。哇，我踩刹车它还会，哇，拿着 RPM， 哇哦 ，nice。一到大概160左右的话，你会很明显看到 RPM 跌了，它好像是在更换一个变速箱的感觉，有没有？原本有 RPM 4、5千这样的，现在变成3500了。现在我都是地板油的情况下，各位，OK 啦。你看，一到150左右，你看4900 RPM， 到时候我在踩的时候，那个感觉动力就来了。快 man！ 我已经是听到那个 turbo spooling 的声音了。踩。5300 RPM， 5400、5500，掉到3400。那120 km/h 在补油的情况下是有的那个动力。啊，不玩这么多了 ，normal。主要是它的这个油耗啊，这是 surprise man。在这个 KL 城市驾驶的时候，这辆车是的确是，你看啊，我们通常驾这种油车啊，你要有动力，对你就要耗油啊，你拿来城市驾其实不太合适。这辆车就感觉到我要省油有，我要动力也有，文武双全嘛，我又能打，我又能省。告诉我说要靠这副1.5公升的引擎嘛，跟电力的辅助之情况下，所以啊，你必须要给它一点时间拉高 RPM 的感觉，可是就有动力哦。然后现在一直听到有引擎的咆哮声了咯。哇，这个 cornering 其实一点也不差嘛，侧倾也不会太多，车身重量也不会说太重，我觉得 OK 耶。这辆车 everything is good， 都很好，除了就是它不像传统的汽油车这样有的给你换挡啊，有拨片啊，没有。这辆车就是你感觉像加一个电车加一个发动机而已，就这样子而已了。哇，现在线很好，轮胎抓不住而已，就这么样。底盘那些都很 OK。我们来到山脚了，这辆车动力是有晕，一直来那种感觉，哇，不停的 ，very good。我们终于到山脚了啊！所以喜欢我们的影片们，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啊，打开小铃铛，一下我们就会冲上云霄了。各位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们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拜拜。